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身上怎么那么多红点儿？是不是得了脏病？啊，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阿郎息怒，定是昨日换的香料引起的皮肤不适，姐姐这就去请医者。他们又是谁？夫君，好吓人啊！好了好了，是保姆将这患了脏病的人丢给这阿郎。莫不是当他是西域来的，就可以随意侵入了吧？娘子莫要胡说呀！我若是有半分差池，你这明月楼，我一把火给他烧了！已经给了这么多钱，还能要回来吗？哎，咱们府上缺一个施药的药奴，反正他命不久矣，不如就带回去玩玩，怎么样？你既然已经开口了，那便带回去吧。你们，我这个人啊，不爱做亏本买卖。妈妈既然不愿意，那就陪她一起来府上做奴，好平了我这心里的账。娘子将人带走吧。阿农，是。新月，这可是那种病，若是放心吧。行啦。多谢姨娘子几番大酒。这是……虽然我希望你用不到。若有一日，你遇到必须要面对，但又不想面对的局面，它许能护你一时。明日我就放出话诀，说你因施药而死，焚尸于城外，届时你便能脱身。毕竟是传染病，他们不会怀疑的。我已过花信之年，像我这般贱籍女子。即便是死在外头，妈妈也不会在意的。那你往后又当如何？长安虽大，可却无一处可容我立身。我这医馆远离明月楼，你若不嫌弃，可以留下来的。我教你识药理，学脉案，人生在世，几时开始都不算晚。原本娘子们对带下病就讳疾忌医，往后若是有人知道女科馆还收留了明月楼的人，更不会有人敢来女科馆，这对女科馆的名声必然有损。这位娘子所言极是，我自小便被卖到阿扎地界伺候人，不听话就羞辱、打骂。可笑我本就是任人践踏之命，怎么能起这不该有的念想，妄想堂堂正正立于人间？如今得见一丝天光，已是上苍垂怜。若我再毁了女科馆的清誉，反倒辜负了姨娘子一片人心。我还是离开，寻一偏僻之地，了结此生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苏姐姐，倒不必这么绝对。
这小娘子啊，小看了自己这一身本事。或许她这一身的察言观色、温言软语的本事，能在女科馆派上大用场，也不妨先留下她试试看。如此，便多谢娘子们收留了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先去井边把药材淘洗，再晾晒一遍吧。好。我已经弄好了，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出去走走。哎，你。我亦可覆面，只消不露真容，旁人又怎知我是何人？你与我，怎的相同？苏姐姐，你就让他去吧，总在后院待着，人会闷出病来的。你去吧，早点回来。嗯。苏姐姐，有空啊，你也得出去走走。如此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若被识破身份，不过被沈渊抓回去毒打一顿；但他若被明月楼的人寻到，不只是他一人之祸，不但砸了女科馆的招牌，更有可能会牵连诸位娘子的清誉与性命。那就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怎么样？好啦，顺其自然，迟早要面对的。这接连几日无人问津，这女科馆真有可经营之处。即便是寻常生意，亦有冷暖起伏。医馆不似那明月楼，女子隐疾甚多，定然羞于启齿，没那么容易。苏姐姐这是在笑话我。见惯了明月楼的迎来送往，不懂医馆的清冷坚守。你我相识不过几日，林娘子还是唤我苏娘子为好。苏娘子所言极是，苏娘子端方持重，不似我轻浮浅薄，行事却总带三分风尘气。胡搅蛮缠，还请老粉继续寻找我弟的下落。放心吧。今天天气真好啊！怎么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啊？我只是担心医馆生意，却惹得了苏娘子不快。林娘子久处烟花之地，难免浮躁，我也经此劝解2句，以免日后惹出不必要的麻烦。变幻来去自有因缘，心急不得。进入了女科馆，我们便不再是那飘贫无根之人。这眼下少些喧扰，也是读书习药的好时候。苏姐姐，你我皆知，这世间女子困厄都由何处而来，莫要苛责太过了。我何尝不知世间女子立身之难，只是怕一朝不慎，便满盘皆落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之死，如今林娘子重生，便不能再行险踏虚。我林燕阁虽出身卑微，却也知今日的平静来之不易。既蒙2位收留，自当以诚心立身，岂敢因私累众？好啦，那往后我们就齐心协力，将这女医馆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一步步做大做强。
黄福水有多难求？大仙说喝完就能生男娃，你要是给我生出个赔钱货出来，我就打死你！真娘，真娘，别怕，娘，我来。你疯了吗？怎么能给人喝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？快去请稳婆来！来不及了，燕哥，去取热水，还有干净的布巾。求求，我想生，但我坐不了车。没事的，我们都会保护你的，没事的。真娘子，信我。真娘就嫁到我家来，她就是当牛做马，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管。若是这胎生了女儿，我定不会让她好过。你若再进一步，我便放火烧了你家这院子，让你带着那些个什么传台秘书都下地府去吧。药箱里面有草药，拿到炭火上去烘热，附在他腰上。孩子胎位不正，跟着我说的做，撑住，吐气，吸气。阿娘，你醒醒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不要离开我。给我方向。出来了，没事了。真娘，你不是为生男而活，亦非为育女而死。你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真娘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真娘是个小郎君。果然是个带把儿的，祖宗保佑！就算没有转胎秘术，没生男孩自也会生男孩。这次算你立了一功，往后要是再不听话，就别怪我不念今日的情分。阿婆是忘了，真娘自幼跟着苏东家长大，这将来郎君要娶亲，这聘礼都得我们准备。若是真娘有什么不妥，不知到时候谁来操持这婚事体面？这月药材支出比上月多了30%，英语却……谁叫我们姨娘子啊，心太软，来求诊的贫户10有8、9都减免了药钱。这次2颗鸡蛋，下次3把青菜，再下次，怕是要把枕头都贴进去了。那倒也不会。
哎，我一知钱帛于医馆的紧要性，可他们仅是为了健康活着，便也是拼尽全力了。我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是吧？你呀，倒是让我这账房先生头疼。善心不减，财帛有增，才是真本事。总得留些盈余应急才是。唉，寻常妇人都怕男医，可还有些妇人连女医都怕。就比如那些被刚赎身的姐妹，或是富人家的妾室，她们既怕花了钱不见效，又怕病情外传。若客源能打开，自然是好。若来女科馆的都是处境这般复杂的女子，那有没有种办法，无需面诊，又没有忌讳，咱们可以制成药笺，配好药材送上门去？外用的药倒是可以啊，没有忌讳，在家也可以自己弄，可以一试。我们分作3等，上等供权贵隐秘之需，中等富人百姓使用，下等则施于贫苦百姓使用，换取他们的适用反馈。权贵。好久不见了，嫂嫂，好久不见，还是这般风姿卓绝，更胜往昔。你这丫头呀，当初在江南，你还只到我膝盖这般高呢，如今啊，竟然敢打记起我来了。这2位是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们3人在城中一起办了家女科馆，专为娘子调养整治。这女科馆初创立，尚无名望，若您肯为我们3人引荐一二，姨娘，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自然是信任的。这城中的贵女命妇，面上风光，私底下谁还没有些个难言之隐？但谁又会把这些事儿拿到台面上来说呢？你们说呢？阿嫂，平日里您这皮肤是不是养得难受？许是天热，闷着了。我记得嫂嫂以前的肌肤似乎就比较敏感，这过敏若不及时处理，恐会蔓延至脖颈，连脂粉都难以掩盖。不如让我们新月配些温和的外敷药，半日便能止痒消肿，还能让脂粉更服帖。不是我故作金贵，我这皮肤啊矫情得很，不能乱碰一些不熟悉的脂粉膏药，万一越治越糟呢？过几日的茶话会就要闹笑话了。阿嫂，我们用的呀都是温和的药材，而且这些药材是要经古法炮制的，我们调和成膏，绝无刺激，也不伤肌理。多谢好意，还是不劳费心了。家中还有琐事，失礼了。他怕药效不佳，又怕用药传出去会被人笑话肌肤不净。他如此着急宴会，不如去寻些上好的珍珠粉和玉簪花露，配着新月的药做成修护膏，既可以治病，又可以打点。我还可以调整药方，让他先把药涂在手腕上，立即见效。我可以教他化妆，掩盖留下的红印。他定不会轻易接受的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蒙着面。
前日去了新开的铺子，试了些胭脂水粉，想是水土不服，也怪不得别人。你来长安已逾3年，怎会突然水土不服呢？你这孩子向来稳重，竟对自己下如此狠手。这是南海的珍珠粉，清晨采摘的玉簪花针留的花露，调配的修复膏。您闻，这药只有药材本身的清香，无半分刺鼻味。我先给您涂在手腕上，咱们说会儿话。若是有半分不适，我们陪您10盒上好的胭脂。也罢，就试这一次。确实啊，冰冰凉凉的，很是舒服。我从未见过自己如此白净，而且一点都不痒了，真的淡化很多。这药膏啊，不仅能给皮肤消红止痒，还能修护肌肤。我还在做了些粉剂，每日将它和露水调和一起，敷在脸上，早晚各1次，肌肤就会变得光滑如初。好好好，真是几双巧手。过几日的茶话会，我便引荐几位相熟的夫人给你们。谢夫人。阿嫂，这是我们女科管制的暖宫膏，睡前敷在腰上，比喝姜汤还管用。要不要试试啊？才5个铜板1罐。要钱？不要！可以先试试吗？第一次不要钱，试试。不要钱可以、啊。来试试，先试试。殷娘子免费给大家摸脉，教大家调理身子。哎呦呦，这不是明月楼的头牌吗？怎么，从良了？不做皮肉生意，改骗女人钱了？你胡说，我这是正经买卖。你们可千万别信他，他以前啊，那可是骗男人钱的。我给你们的东西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哎，那我不要了。哎，阿嫂，这可是用12味药材制成的。阿嫂扔了实在可惜。若真是骗钱，他跟你们要钱了吗？是的。郎君说他行骗，可有证据？他来了。就是他给我的养颜膏，可好用了。不过是一点小手段罢了。女科馆里还有许多古方心法，嫂嫂慢慢尝试。哎呀，近日天气潮湿，我这腰膝啊总有一些酸软，不知道苏娘子那儿可有良方？可是夜间总醒，晨起还觉得手脚发沉。正是，夫人常年居于深宅，活动甚少，加上潮气侵入肌理所致。用艾灸配合药膳调理，半月就能大有好转。
这妇道人家的毛病，怎能轻易对外人有所言呢？女子更懂得女子的顾虑，只是寻常调理，也算不得看病的。这是我们女科馆特制的暖宫膏，敷在腰腹等酸痛处，会有发热感，可缓解酸痛。各位若不嫌弃，可先拿回去试用。若是用得好，尽管来女科馆，馆中还有许多调养的古法，温和不伤身。各位夫人可以放心试用。哎呀，若真如苏夫人所说，往后咱们长安的女眷可就有福气喽。承蒙各位夫人抬爱，女科馆定当尽心尽力，不辜负大家的信任。那苏娘子落座吧。那有了这东西，甚好甚好。来，听说这暖宫膏是你们女科馆给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是我亲手调的，怎么了？你们女科馆安的什么心？哎，还请这位娘子说起。为什么不要钱？害得我都没抢到。是我也没。还专门为前20位娘子送祛湿茶和补血膏，药食同补，吃着放心，还能调理身子。我也要试1个月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。这个月我们除去药材成本，钱赚了299块，没想到燕哥倒是颇具生意头脑。冷静。来，赶紧进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那些放那边。这是……哦，女科馆呢，近来在长安城声名鹊起，我毕竟是东家。郎君是怕女科馆供不应求，药材跟不上，压了口碑，连夜从南方调来的药材，连工钱都算好了。萧郎君倒甚是懂事。心愿有福气，有这般细致的人惦记着。阿农说的对，药材之事马虎不得。我去后院忙去了。后院在那边。哦。多嘴。哎呀，我是好房子，文钱一贯，
这生意不好做呀，这怎么办？这几个月，咱们行会的膏方卖出去不到20盒，那些老主顾都去那女科馆抢什么暖宫膏，5文钱一罐，比咱们的便宜了1半。如此下去，岂不是砸咱们的饭碗啊？可不是嘛，钱儿。 听见仁安堂掌柜说，那萧家主事的郎君连夜从南边调了3车药材送去，连咱们垄断的名山当归都被他们拿了去。再这么下去，连药材生意都做不成了。我早就说过，那女科馆未经行会核验，他们的暖宫膏谁知道加了什么东西呀？哎呦，我跟你都闭嘴！光会吵有什么用？眼下要的是应对之法。不如找几个地痞，每日去女科馆门口晃悠。 就说女子抛头露面行医，伤风败俗，让那些贵女不好意思再去。不错，不妥。啊，那女科馆背后有萧家撑腰，怕是不好这么明着来。哼，那萧家再大，也大不过律法。那暖宫膏未经药典核定，私自炮制售卖，已犯大忌。明日我便递状子去府衙，就说他造假药，害人命，死1个。 便够他偿命。会长，可他膏方确有疗效啊！疗效，民心易蛊惑，真相难自明。只要搅浑这潭水，还怕他立得住？就这么办。我去寻那几个信任之人，定要让那女科馆宽张大旗。慢点。燕哥，今天人多，下来帮新月做分诊。 拿着这个号牌去那里排队吧。下一位，女外科1位。救医呀！女子行医要为天呐！这种症状多久了？庸医害人。 女科馆医死人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我女儿就是服了他开的药，连续多日腹痛难忍，坐立难安。今日竟然就这么去了！所谓的女科圣手，竟然医死了人，你们还要继续让他看诊吗？败坏医者声誉，依邻至耻。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别让这纸钱铺满门前。 看你这医馆能开到几时？就是你，是你害死我阿妹，你赔我阿妹命啊！走！女科馆害人性命，自有律法处置。尔等。诈尸！他让尸体诈尸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假死术竟能被破解？这青天白日，怕什么？你竟敢如此歹毒，对逝者不敬！你这么肯定你阿妹死了，要不我帮你救活她如何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看，干什么啊？这是？我知道啊。
这是火疗法。我开始了。心虚的连酒和水都分不清了。好啊，原来骗子是你们两个呀！没有，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医药行会的会长，主持公道。带走。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会长留步。怎么，你是想指认我与此事有关？你可有证据？会长，我这女科馆也开了许多月，一直未曾去行会拜会，失了礼数。改日拜访，还请您指点一二。雪芝，来。早听闻长安城中新开了家女科馆，很是受城中的娘子欢喜。这位是一娘子，这位是苏娘子，雪芝是我在明月楼最好的姐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你也有了身孕？燕哥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怀孕了，要离开长安了。你说什么？2个月了，是楼里恩客的。你疯了？你别误会，他和来楼里的其他男子不一样。他喜欢与我聊诗词歌赋，谈天说地，也从不轻慢于我。你知不知道你什么身份？你知道妈妈知道后会怎么样吗？这个孩子必须落掉。你怎么会说这种话？难道连你也觉得我不配逆以良人吗？燕哥只是担心你的安危。你对这郎君了解多少？他姓崔，是个秀才，家中保有田产，并非轻浮之辈。而且他答应我了，愿以正妻之名接我入门。他若真要娶你，为何不早行动？明月楼岂是好相与的？妈妈怎会容你带着身子离去？不行，今日这个孩子必须落了。燕哥所虑极是，你腹中胎儿固然珍贵，可前路凶险难测，万一失败，性命堪忧。我知前路艰险，可他许我以名分，我又怎能一辈子困于这火坑之中？本想着与你分享喜讯，你会祝福我，是我叨扰了。今日就当我未曾来过。雪芝，雪芝。燕哥，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我能够理解。你想要提醒他，但这郎君的承诺，他信还是不信？这孩子，他要还是不要，都是他的选择，旁人无法替他做决定。你作为他的朋友，能做的
就是他受到伤害时，能站在他身后，帮助他。都等了3个时辰，小师根本就没有想过见我，这么等下去不是个事儿。还在呢，行会所事缠身，怠慢了。叨扰了。今日前来，只为呈交女科馆行医名录，还望收录。来拜会行会，就带这些？哎，你这话差异，一个小娘子又怎会懂这些？入册，这医药行会100年规矩，岂容轻易破例？女子行医终究有违纲常。若想让我们网开一面，也并非不可以，只需这女科馆需每月捐出60%利银，供我们行会调度。其他医药馆不过2成，我今日来，不只为女科馆，也是为日后想走医途的女子们争一口底气。我们要的不是破例，而是一个公平。你们不是哄得城中那些贵女命妇趋之若鹜，60%利不算多。今日抄名录，非为其准入会，只为存档备案。即便不入行会，女科馆亦当立于世。会长以私废公，刻意阻拦，那我们亦不会退。走。会长，这小贱人，竟敢背着我怀野种！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，这就是没有规矩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想要一段真挚的情感，妈妈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？真挚，你睁眼看看，这楼里的脂粉，哪个不是拿命护的枪？就你这千人骑万人跨的贱货，还妄想飞出这金丝笼！给我打，打到他把孽种流出来为止！天哪！天哪！